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人，仅凭一个键字，竟能让无数粉丝为之疯狂，甚至被所有网民称之为小贱贱。你别看他一身红色紧身衣，外加白色迷人小眼睛，还有那骚气冲天的迷人舞蹈，简直是汉字键的完美诠释。然而他不仅不是个弱鸡，还是个令所有黑帮势力惧怕，并且单挑死挺惨的第一勇士，自己取名死士。然而在他未成名之前，生活却犹如股市一般跌宕起伏。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雇佣兵，但是还可以凭借那副狠人形象，专门教训无耻小混混，为那些可爱少女打抱不平。你以为他是吃饱闲的没事干，其实这些服务都是要收费的。当他每次做完一单，便会来到兄弟土拨鼠的酒吧，提上一杯烈酒麻痹自己。然而今天却很不寻常，因为他遇到了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丽莎。很快两人就一见钟情，并且每天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。可好景不长，就在两人交往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晚上，他用半年的工资给心爱的丽莎买了个800克拉大钻戒。在两人简单的求婚后，他却因兴奋之极突然晕倒。然而来到医院检查后才得知，他已经患上癌症晚期。如此打击让两人都难以接受，可女友根本不想放弃，便让他乖乖的去神秘东方寻医。然而他根本不相信会有如此高人，于是趁机来到土拨鼠的酒吧，发泄内心压抑的情绪。可没曾想，土拨鼠竟告诉自己，前方还有个神秘人等他多时，此人正是改变他今后命运的人。神秘人也不过于客套，直接表示听说了他的情况，如今跑来找他，是因为有个神秘的组织机构，不仅可以治好他的病，甚至能赋予他想要的能力。虽然听起来让人很有想法，但毕竟现实就是现实。显然韦德并没有太过在意，可回到家后，他因为不想让最爱的人失望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尝试。很快他就被送进了神秘人的实验室。此时神秘人祝贺他下了决定，然而韦德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。当正式进入实验室后，才发现这里竟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人，甚至病人满脸痛苦。还不等他做太多想法，就被助手抬上手术台，并且将他死死捆绑住全身。此时韦德依旧打着各种嘴炮，身旁的金刚女立马封住他的嘴巴。紧接着一个叫艾莉的人出现，并给他注射了一种奇怪药剂。本以为这样就可以结束，然而这还只是开始。不仅每天都要接受各种摧残，还要被锁进满是冰块的箱子。更可悲的是，时刻承受高负荷的电压。可令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些摧残只为激发他的潜能，而刚开始注射的药物就是改变基因的超能药剂。可如今身体依旧没有任何改变，艾莉只能将他关进无氧舱，准备彻底将他销毁。随着舱门的关闭，他也逐渐失去氧气，并且身体组织开始不断坏死，英俊的脸庞也快速溃烂。随后艾莉回来检查时，竟发现他还活着，并表示已经激发了他的基因变异，甚至还造就了不死之身。但这不是韦德想要的结果，显然这已成为定局。紧接着金刚女叼着火柴准备检查设备，却被他一头撞个正着。无奈两人只好纷纷离开实验室，他却从嘴里翻出金刚女的火柴，一把接住吐出的火柴，用尽全身仅有的力气将手中的火柴点燃，然后丢进一旁的氧气循环口。随着火苗的不断燃烧，瞬间点燃了整个氧气瓶。爆炸声引来了艾莉，她赶紧灭火并寻找事故原因，突然发现韦德不见踪影。这时前方窜出一个身影，正是现在的韦德。此刻他将所有的怒气发泄出来，然而艾莉也不是吃素，一把抓住韦德并告诉他，只有自己才能将他治好。此时韦德开始犹豫，艾莉则抓住机会开始反击，并且拿起钢筋直接刺穿他的身体，甚至还掰弯钢筋尾部，将韦德彻底钉在地上。最终大火吞噬了整个实验室。然而不死之身的韦德却依旧坚强地站起身来。获得重生后的他第一时间就去找了女友丽莎，但面对周围人群惊恐的眼光，让他感知现在不能直接面对女友。于是他再次找到土拨鼠，好友看完后也被吓了一跳，但还是给了韦德建议，首先得将自己全部包裹起来，做一个穿着战衣的勇士。其次就是找到艾莉，帮他恢复原本的容貌，就此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字死士。粉丝称他小贱贱，紧接着便给自己整了一套白色服装。可在寻找艾莉的途中，都会把服装染满红色番茄汁，导致每一次都要去洗衣店。最终他突发奇想，给自己缝制了一套红色炫酷战服。此后在寻找艾莉时，再也不怕身上沾满番茄汁。经过他不断的努力，最终找到了那个欺骗自己的神秘人。他一跃而下，轻松解决2名保镖，不仅快速擒住神秘人，还从他口中得知了艾莉的行踪。于是他坐上出租车，来到了天桥上等待艾莉出现。随着他手中画出的漫画，已经说明了他今天的目的。Oh, hello. Whose balls did I have to fondle to get my very own movie? I can't tell you, but it does rhyme with Pulverine. And let me tell you, he's got a nice pair of smooth criminals down under. 此刻远处的车队引起他的注意，里面都是艾莉的手下。这时渐渐赶忙起身，纵身跳下，并精准地进入车内。此刻渐渐拳打脚踢，每时每刻都没有停下的意思，一个翻身还把一人甩出车外。突然被人愣住脑袋，他却询问艾莉在哪，眼看对方不肯搭理，他只好先下手为强，打得两人想找妈妈。
然后又跑到驾驶室询问艾莉，却又被长毛一把按住，对着中控不断撞击。这时后面机车当果断赶来，对着车内不断输出。这时渐渐也不再搞笑，直接一脚踹飞车门，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眼看车尾的小弟爬了上来，他赶紧用手摁住油门，然后按下点烟器，在车辆追尾的瞬间抓住飞过来的小弟，迅速拿出点烟器，直接按在脑门上一圈圈，还塞进嘴里来个碳烤射箭。突然后车快速赶来，并打开车窗准备射击，而渐渐则用脚滑动方向盘，来了一个车祸华尔兹。随着汽车的翻滚，也造成了整个桥梁大堵车。他的骚操作也很快上了新闻，这也让 X 战警刚力士看见，立马有了收编小贱贱的想法，于是带着弹头一起开着飞机就赶往事故现场。这边随着无辜人员的疏散，车窗子缓缓打开，还不等渐渐开口说话，子弹就如火箭般飞来。这时小弟想前去查看情况，突然一双大手伸出，本以为渐渐因此会投降，却不知他是在询问对方自己的12颗子弹该如何分配。眼看小弟们呆头呆脑，渐渐也不再徘徊，一跃跳出车窗，连续转身射出2发子弹。突然一辆机车绕过汽车偷袭，对着小渐渐一顿扫射。等他起身才发现全身到处都是洞洞，眼看对方再次袭来，他赶忙还击。竟一发没中，还好身后还有一个炮灰，没曾想远处子弹飞溅，他也不再含糊，加速靠近，然后一个跳跃躲在车后，正当准备查看，对方立马进行扫射。这时小弟爬上车准备射击，却发现渐渐躺在地上。Not counting. 6. 这时另一个小弟准备丢出手雷，渐渐则不慌不忙抬起手枪。如此精彩的射击让他开始搔舞弄姿，却还是遭受攻击。等小弟缓缓靠近时，他又来了个当下还击，被打中屁股的渐渐怒火中烧，起身立马补了2枪。现在就剩1颗子弹了，可对面还有3人，眼看3人优势明显，他却突然跳出，旋转720度甩出子弹，果然连中3人，最后1颗子弹完美落地。I'm touching myself tonight. 随后欢快地跳跃着，口中呼唤着艾莉的名字。然而开车门他才发现里面竟没有艾莉的身影。突然身后一个小弟爬起身来，原来3连没击中最后一个人，而是子弹顶住了他的脑壳。眼看对方撸起袖子就要干，渐渐也不甘示弱，抽出背后的2把大刀，一招彻底制服，还将其缓缓举上头顶，然后潇洒地完成最后的击杀。这时后方突然响起刺耳的轰鸣声，眼看艾莉就要逃跑，他几个跳跃一个纵身飞起，用刀拦下了逃跑的摩托。看着慢慢爬起的艾莉，他用手瞄准目标，快速起步上去就是一脚狠的，紧接着连续几下打，然后一把抓起甩向护栏，还不忘再补上一脚，最后一刀将其死钉在墙上。眼看艾莉被打懵，他赶紧解开面罩表露身份。此刻艾莉笑着表示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恢复面容，然而渐渐却不停地打着嘴炮。突然后面走来一个人，渐渐抬手准备来上一拳，竟被坚硬的身体挡住，还被他一把抓起丢出数米远。刚力士想用说教征服渐渐，不料渐渐天生反骨，根本不在乎他在说什么，他只在乎眼前的艾莉。然而刚力士依旧不依不饶，这让渐渐越来越烦躁，让他们不要再侃侃而谈。就在转头的瞬间，艾莉竟趁机逃之夭夭，这让渐渐更加不可思议，气愤地来回扭头，最终一个跳跃扇去一巴掌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自己的右手竟全部断裂，紧接着再来个偷袭，却发现左手也跟着断裂，气得他只好使用回旋踢，最终腿也被折断。眼看刚力士却站着一动不动，还想反击的渐渐爬起身来，竟被刚力士一巴掌甩开，这下他彻底残废了。刚力士赶忙用手铐铐住渐渐，以免他再次逃跑。就在他准备带渐渐返回总部，他却扭好右手骨头，掏出匕首，迅速割断自己的左手，一个飞身跳下大桥逃跑。只剩一个国际手势在风中凌乱。然而此时的小渐渐竟刚好掉进经过的垃圾车内，你以为他就此失去右手，最终会无法战斗，可他不仅拥有不死之身，还附有身体在生技能。他躲进了盲眼婆婆家，并且长出了新的稚嫩小手。另一边的艾莉得知死士就是韦德，立马找到土拨鼠的酒吧，询问韦德的情况。还不等土拨鼠答复，女金刚就发现墙上的照片，这正是渐渐与女友的合照。等艾莉他们走后，土拨鼠立即拨通了渐渐的电话，并告诉他麻烦已经找上门。果然丽莎遭遇了伏击，这让赶来的渐渐只捡到他遗留的钱包。此刻的小渐渐愤怒不已，还不等他彻底发现，竟又收到艾莉的短信，要约他明天中午展开决战。此刻渐渐没有丝毫迟疑，立马往包内装进所有的枪支弹药，誓死要与艾莉硬刚到底。紧接着他又来到 X 战警基地，含上弹头和刚力士，一同坐上出租车前去赴约。
正当他们所有人下车后，才发现约战地点竟是神盾局的废弃航母。此时三人迈着整齐步伐，雄赳赳气昂。突然弹头发现没带背包， Where's your duffel bag? 赶忙打电话给出租车司机，不料司机此刻发生的车祸，无奈他们只能硬着头皮走去。突然艾莉的手下端着枪出现，拦住了三人的去路。此时女金刚从天而降，以钢铁侠的姿势落地出场。刚力士又拿出手铐想快速制服，却被女金刚一拳击飞百米。看到刚力士这么弱鸡，渐渐又看向一旁的弹头，此刻弹头却自顾自地玩着手机，还不等渐渐埋怨，弹头瞬间加速把女金刚撞向即撞向了。随即小喽啰火力全开，渐渐一把抓住弹头躲闪。此刻刚力士独自抗住所有火力，抓起旁边的轮胎一丢，立马解决上面两个。女金刚见状快速跑去，一把抓住刚力士推进废墟，直接推出废墟另一头。两人你来往我往的出拳，另一边渐渐使出剑招，他扯出裤裆内的白色裤子，举起表示投降。此刻小喽啰们立马停止输出，等渐渐探出头后，又开始了他的嘴炮攻击。显然喽啰们都不买账，继续开启他们无差别的火力输出。此刻渐渐一个纵身跳跃，开始了他的人头收割。最终解决完最后一个喽啰。此时艾莉拉出丽莎，威胁渐渐赶紧投降，并让手下对着小渐渐射击，渐渐则飞身躲避子弹。一旁的弹头呼叫他，想让他坐飞机去旅行。于是渐渐飞身一跃，快速躺上大钢板。不巧他却挂在桥梁上，等他再次爬上船体，才发现艾莉将丽莎关进无氧舱。眼看丽莎命悬一线，果断跳跃甩出50刀，瞬间缓解了丽莎的困境。但失去一把刀会减弱战斗力，可渐渐顾不了那么多，依旧顽强与艾莉继续战斗。最终他还是很快败下阵来，不仅被艾莉一刀刺进脑袋，还要接受她无情的殴打。此时丽莎拔出50刀，打开无氧舱大门，赶紧拔出10米大刀，趁其不备一刀刺穿艾莉。没曾想艾莉还能迅速起身，一把将其丢向一边。此时渐渐赶忙站起身来，并快速拔出头上的匕首准备战斗，而另一边的刚力士却被女金刚打低节节败退，很快就要被其活活勒死。弹头见状大事不好，瞬间怒气拉满，开启大招。这也导致整个航母开始坍塌，甲板上的渐渐和艾莉同时开始重心不稳，艾莉被集装箱撞出甲板，而此时的丽莎也命悬一线。于是渐渐赶紧用手抓住丽莎，而另一只手抓住滑落的无氧舱，迅速将丽莎装进舱内。最终两人彻底飞出，整个航母也彻彻底底的坍塌。残骸中刚力士救出了丽莎，而远处的渐渐却依旧被艾莉纠缠。此时的艾莉彻底被渐渐压制，同时渐渐也从艾莉的口中得知自己的面容再也不可能恢复。心如死灰的渐渐准备一枪解决艾莉，却被赶来的刚力士叫住，让他不要永远只记住仇恨，而是要宽恕眼前的敌人。听得渐渐感觉很对，但他还是开了那最后一枪。Why? 此时丽莎也赶来，上去就是狠狠的几拳招呼。 That too. No. Maybe not the nethers. 最终渐渐说出了缘由，但丽莎并不介意他的面容，于是缓缓摘下面罩，才发现还有一层狼叔的头像。